那干过装修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为了冲金找平啊，有种军训鞋里塞护舒宝的感觉，该花花该省省。除了何小鹏，可能就是王传福了。还有头文字 D 里持股雪场的 S13，最好成绩是45.65米。说这个尿盆镶金边呢，肯定不合适。那是不是可以说想镜的白车身设计不合理呢？什么样的工业产品能降10万还得到质量保证啊？如此振聋发聩的提问，不知道会不会令我身后的3位瑟瑟发抖？毕竟别说降10万了，人家才卖10万出头，而且在逼仄的价格空间里啊，个顶个还都卷破苍穹。就比如这部 Mona M03 25款600 Max， 13.98万的售价里，还含了给欧阳娜娜的代言费。我的爱没前奏，像这首歌你会。这钱花的不冤，祖国统一刻不容缓。另外，相比24款呢，它还多了高贵紫的外观内饰配色，多了支架小蓝灯，多了无边框后视镜，多了方向盘加热，多了腰托，多了小鹏引以为傲的全路段 NOA 辅助驾驶功能，而价格仅比24款620 Plus 贵了1万块。嚯！为啥小鹏不惜拿老车主当日本人整，也要提高产品力呢？因为精品们也很活得出去呀。预算加1万，你就能从车长4.78米紧凑型定位的 M03升级成车长5米中大型级别的宝骏享境。电池呢，也从 M03的62度提升到了69度。而且论智驾啊，你有小鹏 AI， 我也有大疆傍身。当然，最能搅动风云的大鲶鱼还得是日产 N7。同样15万的价格，中大型的定位，但它比享境有着功率更强劲的电机，73度的电池呢，续航标称625公里。摩门塔驾驶辅助系统呢，也让它拥有城区点到点记忆领航功能。最关键的是，人家是合资车啊，别怪楚少崇洋媚外。同等价格下，这种经过岁月沉淀、经销网络更广、更密集的品牌，就是更令人信赖。看到了吧？如今14、15万的纯电轿车啊，已经卷麻了，仿佛成本学已经不存在了。但看过这么多期抄你老底儿，您肯定知道，成本学哪有什么奇迹呀？不过是权衡利弊后的取舍放弃。所以开篇提到的疑问啊，确实值得深究。哥仨会不会把技能全点在了表面和功能上？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就能省则省呢？接下来咱们就由表及里，自上而下的浅拆对比一番。在外蒙皮方面啊，3部车呢定位清晰，目标明确，车身减重那远没有钱包减负重要。4门2盖前后翼子板呢全部为钢材，铝合金虽然重量轻，能帮助增加一点点续航，同时溃缩吸能效果更好，在碰撞事故中呢能降低对成员舱的冲击。但铝合金造价高且难以修复的特性，让它呀还是不太适合咱老百姓的通勤代步车。毕竟当遭遇宝打车身万点坑的时候，你就知道钢材的好处了。咱啊可以小锤慢敲，低成本的进行无痕钣金修复，但铝车身的豪车们啊，那只好含泪去 4S 店换新件，坐等来年报废上浮了。有没有可能人家好车都停车库，不会被砸？不是我。外蒙皮3部车拉不开差距，但拆掉保险杠对比车身前后防护设计啊，那就有高下之分了。先说结论，日产 N7 在结构设计的成熟度和用心程度上是3车第一。先来看车头，打眼一看呢，就不难发现3车中啊，只有 N7 一上一下平行布置了主防撞梁和副防撞梁，防护网络呢更周全。由车底副车架向前延伸出的钢制副防撞梁和吸能盒啊，一方面能防止行人在轻度碰撞事故中被卷入车底加重伤情，另外呢，在撞上石墩、地锁等低矮坚硬障碍物时，也能帮后方的零部件啊先扛一波伤害。
那继续聚焦主防撞梁，在防护面积上啊，也是 N7领先，对车头的覆盖度能达到72%。M03这项数据呢是65%，想镜啊甚至只有可怜的60%。不过，哪怕 N7已经是3车第一了，但在这个价位级别的选手中呢，还只能算是中上等。毕竟奇瑞风云 A8呀、比亚迪秦 L 都能接近80%。在防撞梁的材质上 ，N7呢掣肘于成本是有所取舍的，用的是滚压钢板，内部有日字形的加强结构；而小鹏和宝骏呢用的都是内部有木字形加强结构，且材质为铝合金的防撞梁。铝合金不仅重量轻，退缩吸能和防锈蚀效果双优的它啊，那无异于是作为防撞梁的最佳材质。继续对比主防撞梁后方的吸能盒。日产 N7啊，主打材质不够，数量来凑。虽然呢用的是钢制吸能盒，但一边有俩，显然对小面积偏置碰撞准备的更充分。且4个吸能盒的长度啊，3车中领先，可供溃缩吸能的区域也就更大。M03和想镜的吸能盒材质呢，和防撞梁保持统一，用的啊也是铝合金。从体积看，小鹏的吸能盒相当宽大，安全感满满；想镜的相比之下就显得有些细狗了。顺着吸能盒向后看各车前部防护的传力设计啊 ，N7的笼式结构呢最为完整清晰，靠内侧的吸能盒直通主纵梁，外侧的吸能盒啊则通过一块三角形结构和主纵梁汇合，交叉路口位置呢又斜向上延伸出了一段钢梁体和上纵梁的延伸部分衔接，上纵梁以及延伸结构向前延伸到车头，形成了环抱式结构。前部呢用的是钢横梁，同时上下互联，打造笼式框架，形成了多通道的传力路径来应对不同方向的碰撞力。宝骏想镜的前舱呢，乍看之下和 N7呢还有些心有灵犀，从上纵梁到车头啊也有环抱式的特征。不过细看会发现，它前大灯后方这段十分薄弱，只是个单层钢条，而不像日产 N7在这个位置啊是闭合截面的框架钢梁。推测呢，主要就能起到一个给前大灯充当安装支架的作用，防撞效果不明显。所以宝骏想镜车头呢，基本还是靠主防撞梁、吸能盒、主纵梁这条主干线来防冲击，没有其他明显的支线来卸力。Mona M03沿超宽的吸能盒向后靠里的一路啊连接主纵梁，靠外的另一路呢则弯曲向上，沿着轮拱的形状直接与上纵梁相连，也属于多路径传力设计，只不过不像 N7那般啊有极其完整的笼式框架特征。车头散热器等部件呢都集中在了一体化的塑料框架上，让白车身最前端的结构尽量简洁模块化。这种设计思路在奇瑞、比亚迪一些最新的车型上啊也能见到。至于应对低速轻微碰撞方面呢，日产 N7和 Mona M03啊主防撞梁前端都配有厚实的缓冲泡沫，能有效化解程度较轻的碰撞力，避免伤及防撞梁。而在想镜上呢，显然就给降本增效掉了。至于车尾防护上啊，那3部车差距进一步拉开，同样呢还是日产 N7更为到位。首先 N7后防撞梁材质啊，虽然没有阔彻的用铝合金，但 B 字形滚压双层钢制防撞梁也算是用料扎实厚道了。要知道，就连售价再高10万的极氪001、007，那用的也不过是单层冲压钢梁。宝骏想镜就和大多数这个价位的车型相同啊，用的是 C 字形单层防撞钢梁。在对车尾的防护面积上，想镜和 N7相同，均为61%，中规中矩，同级的中游水平。不过钢制吸能盒的溃缩长度上啊，那依旧是 N7领先一截儿。为啥比了半天没提我们娜娜的 M03呢？因为有点难评。它的后防撞梁可能主要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不仅深藏在后备箱外沿之内啊，还没有吸能盒。如果发生追尾事故，后杠、尾箱盖、尾灯可能保不住了，但后防撞梁应该是伤不着。主打一个 VIP 们把保镖保护得很好。用举升机将3部车抬升进入阿杜视角啊，那这下可以死心了，因为人家车内有多甜蜜，你是一点都窥见不着啊。3部车底盘从前到后被护板覆盖个严严实实，
整个底盘啊一马平川。出色的平整度呢，能让气流通过底板时更为顺畅，降低高速能耗，并提升行驶的稳定性。大面上都差不多，但细节的比起来啊，三部车呢还是有差异。首先，护板材质上，日产 N7 和 M03上的呢较为常见，均是车头下方用的是一块面积较大的纤维护板，小石子打在上面呢，声音会闷闷的啊，有助于提升前排的隔音降噪表现。其他位置啊，则成本至上，用的呢就是塑料护板。后护板两车呢也大体相同，用上了一大整块护板，既保证了平整度，同时降低这个接缝处容易产生的摩擦震动噪音，不像宝骏享境采用拼接的方式。当然，为了保证整块护板的平整和稳定啊，小鹏呢还专门设计了个精致的塑料支架。那干过装修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为了冲金找平啊。足见 M03在降低风阻、增加能效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日产 N7在后护板上呢也有自己的心思，它额外增加了一层方形铝箔。要知道 N7啊作为一部前置单电机的车型，后方并没有什么发热源需要散热。所以我们推测呢，这块铝箔应该起到的是止震板的作用，可这也未免太下本了吧？车身中部位置呢，由于 N7电池包和门槛梁啊拼接的严丝合缝，所以呢，它是三车中唯一没在电池包两侧配护板的。难不成是这部分成本省下了，于心不安，所以必须加送块铝板给车主？宝骏享境的底盘护板呢，材质就比较特殊了，抄了这么多期老底儿啊，我们也是第一回见。材质外表摸起来呢，很像是超市里装鸡蛋的那种瓦楞盒，但质地啊显然更硬。内侧呢就是常见的植绒。总之啊，真叫不上这种材质的学名。有没有能鉴定热门网络静物的大神可以帮忙答疑解惑的？整个底护板设计上呢，有几点细节值得一说啊。其一呢，是享境车头两侧位置并非额外设计了护板，而是轮拱内衬做了弯折延伸，因此材质呢也不同于未解之物啊，是比较常见的纤维护板。另外呢，是在前后副车架位置的护板内侧，享境贴上了较大面积的隔音棉。踩上去呢，脚感匀柔，有种军训鞋里塞护舒宝的感觉，对隔音降噪大有帮助，是享境上啊比较难得一见的为了舒适性下本的地方。另外，为了优化细节，三部车呢均在4个车轮位置设计有气坝，日产 N7甚至在后悬架前方还额外多布置了2个气坝，而享境后轮的气坝设计呢颇有意思。乍看呢，以为是后轮拱内衬做长了，但再一想啊，应该是工程师有意为之。伸出来的内衬呢，恰好可以起到气坝的作用，体现了劳动人民就地取材、料办功倍的智慧。车身中部呢是纯电车非常重要的动力电池组，没想到三部车的防护方案间呢，居然差异悬殊。Mona M03是其中最常规的方案。电池底板呢，看似是非金属材料的，但用吸铁石一吸啊是能挂住的，说明内核呢还是钢制材料。日产 N7的电池护板呢，显然用了高成本设计，一整块都是白花花、亮晃晃的铝合金材质，不仅减重，还有更好的防腐防锈效果。而享境就令人大跌眼镜了。首先，它电池包壳体啊，不像 N7和 M03那样使用常见的铝合金材质，而是用的是成本至上的钢材。虽然小众，但也不是没大牌车这么干啊，比如特斯拉 Model Y。但享境呢，显然将成本继续抠到了极致。电池包甚至没有安装底护板，而是将防腐防刮涂层直接喷到了电池包壳体上。如果您经常开烂路或者出入那种通过角较为尖锐的地库，一定要多加小心。再说到这个电池包本体，那三部车呢用的都是磷酸铁锂电池。从电池包名牌上不难看出啊 ，Mona M03是由比亚迪旗下的福迪电池直接供货。所以说，谁最盼着 M03大卖啊？除了何小鹏，可能就是王传福了。日产 N7和宝骏享境呢，都是从外部采购电芯儿，然后自行封装的省钱大法，有点像咱们从网上啊买这个麦乐鸡块冷冻半成品，然后用自家油炸的思路，主打一个该花花该省省。N7的电芯呢，采购自新旺达，而享境则来自于江苏正力。拆掉三部车的底护板啊，咱们继续对比副车架结构。先来看前副车架，
大家呢都是双层拼焊钢制全框式结构，其中 N7 呢比较特殊，它的前副车架是日字形结构，靠近电池包的横梁是副车架的最低点，可以起到保护后方高压接插口的作用。另外 N7 呢还给前端高压接插口设计了一个倾斜台阶，进一步提升防护效果。M03 副车架在靠近电池包的一端呢，也专门设计了有一根方管梁，布置在接插口的下方，起到防护作用。享境则是在前副车架中部设计了一根圆管梁，作为离地的最低点，起到先遣部队的效果要撞先撞我，别撞电池包。在前副车架与车身的连接方式上呢，小鹏和宝骏都是常规的4点式硬连接，而 N7 却选择了较为少见的4点式软连接方式，足见日产对舒适性的追求。车尾后副车架部分呢，由于 M03 没有后电机，且使用的是结构简单的扭力梁非独立后悬，也就没有设计后副车架的必要了。而 N7 和享境的后副车架呢，则为常规双层拼焊钢制全框式结构，与车身呢也是常见的4点式软连接。最后看一下驱动电机3部车呢均为单电机前驱，其中 M03 和享境呢都对电机进行了声学包覆，用来隔绝电机的啸叫。一直更肯用料的日产反而在这个细节上有所缺失，可能诚意都用在了功率上了吧。实测加速能力这个日产 N7 也是3车中最快的。最后呢，我们来比比3部车的行走机构先从悬架开始比起。对于3部裸车价15万以内的纯电车，咱们很难期待前悬出现双叉臂这种成本出格的结构，都是常规动作麦弗逊前悬。虽然麦弗逊悬架呢横向刚度较差，抗侧倾能力弱，调教空间有限，但对于买菜车来说它这个结构简单、成本低、占用空间小的特点才是王道。虽然结构上不分你我，但材质应用上呢却有高下之分。M03 在本轮败下阵来，无论摆臂还是仰角那都是一缸到底。而 N7 和享境仰角呢用铝合金降低了簧下质量，提升了车辆的操控性表现。不过要论制造工艺，那小鹏呢又能扳回一城，毕竟它的下摆臂是3车中独一份的双层拼焊，而另外2部就是单层冲压钢板，相比之下呢略显单薄。前悬都是规定动作，但后悬3家的选择就分道扬镳了。M03 呢是其中最朴素简单的一个，用的是扭力梁非独立悬架，它的主体呢是一根能承受一定扭转刚性的横梁，两侧与后轮直接相连，前端呢再通过胶套与车身相连。优点是结构简单，不占地方，皮实耐用，后期维护保养呢也便宜。当然缺点也很明显，一来呢是衬套数量有限，导致调教上限不高，大师们可以发挥的空间不大。2呢是两侧车轮无法做到互不干扰，路遇颠簸势必会这个左右互搏，操控表现和舒适度呢都一般。另外在 M03 后悬架两侧呢都能各找到一个斜振块，看来呢是用打补丁的方式来提升车辆的 NVH 表现。宝骏、享境和日产 N7 的后悬呢都可以统称为多连杆独立悬架，但其实结构差异呢还是很大的。享境是E型4连杆，而 N7 是 A 型 B 5连杆。E型4连杆呢，大家都硕见不鲜了连杆排布3横1竖，下横臂、横拉杆和上臂组成了3横，纵臂也俗称这个刀臂是那个竖。不过这根分叉的横拉杆还是挺扎眼的，如今已经非常少见了。它的设计呢有点类似日产的祖传手艺，像上古时期的日产 A31风度，还有头文字 D 里持股雪场的 S13，那后悬架呢都有类似的结构设计。至于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咱们聊到减震器的时候再说。N7 的 A 型 B 5连杆后悬呢，同样比较少见。它将标准5连杆的2根上控制臂合2为1，演变成了一体式的 A 型臂。我们呢也只在阿维塔11、深蓝 S05和斯巴鲁 BRZ 上看到过类似的结构。但无论怎么变作用都没变，还是肩负上摆臂的功能。在材质上呢 ，M03 自不必多说一根钢扁担，一钢到底。而享境和 N7 呢，均是连杆都是钢的，仰角和前悬一样，也是铝合金的。所以就悬架的结构和用料来说呢 ，N7 再次是3车中领先。减震系统上N7 和 M03 呢就是普通的减震器加螺旋弹簧的常规组合。宝骏、享境螺簧保持不变，减震器却用上了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而且还是全系标配。
说这个尿盆镶金边呢，肯定不合适，但总归啊，让人感觉到了意料之外的越级。在后减震系统布置方式上呢，三车均采用的是黄筒分离式布局。那有意思的来了，之前在节目中出现过的异形4连杆结构啊，基本后减震器都是和后弹簧并肩作战的。那想镜的后减震器为啥要脱离组织呢？那正好可以解答刚才留下的扣子了。观察想镜后悬架结构，不难看到矮胖的后弹簧，外加向里突出的后卡钳加电子手刹，联手啊将减震器给挤跑了。被鸠占鹊巢的减震器呢，只能被迫向前挪，横拉杆也就只得分叉裂开，给减震器腾地方了。最终穿膛而过的后减震器被固定在了仰角的最下端，这不就破案了吗？可能有爱思考的兄弟要问了啊，那为什么不把减震器往高处挪一挪，或者螺旋弹簧做的瘦高一些，让筒簧能够挨得更近呢？我们推测啊，应该是受白车身结构所限，往高处挪呢，大概率会影响到后排座椅靠背的倾斜角度。而螺旋弹簧无法做的瘦高呢，是因为后纵梁和下摆臂之间没有足够的空间。归根结底啊，还是白车身结构限制了减震器的位置。那是不是可以说想镜的白车身设计不合理呢？啊，也不能，毕竟白车身设计优先考虑的是车内空间的最大化。至于悬架的结构布局优先级，那就要往后放了。悬架部分的最后啊，我们再来快速对比一下三部车的横向稳定杆。前稳定杆粗细呢，大家都大差不差，想镜23 ，N7 24 ，M03 25毫米。安装位啊都设置在了这个滑柱的耳环上，这也是麦弗逊式悬架最常规标准的操作手法。后稳定杆方面呢，由于 M03 采用的是扭力梁悬架，那直接就省去了稳定杆。N7 和想镜的直径呢，分别是25和22毫米，日产的更粗。安装点位上啊，想镜的安装在了下摆臂上，而 N7 的呢则以 A 型臂为支点。最后呢，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三部车的制动系统和轮胎。如果纯拼硬件规格，那场上一枝独秀的啊是个意外的名字——宝骏想镜。首先，刹车盘方面呢，三部车啊虽然都是前通风后实心盘，但想镜的直径呢都略微大于竞品。再来制动卡钳选择上呢 ，N7 和 M03 前后啊都是单活塞浮动钳，而想镜前轮用的是双活塞浮动钳。轮胎那就更是了，想镜不仅胎宽最宽，轮圈尺寸并列最大，品牌啊那更是身价不菲的米其林E凌越系列。而 N7 呢用的是玲珑 Sportmaster，M03 啊是朝阳 SU318A。想镜的硬件在这个级别和价位算是诚意十足，规格拉满了吧？但提前剧透一下它在横屏节目里的刹车成绩啊，在28度到38度的气温下，想镜100公里每小时全力刹停的最好成绩是45.65米，没听错啊，6次平均更是拉胯到了47.75米，令人触目惊心。既然制动硬件不背锅，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据测试车手反映，想镜一脚跺下制动踏板啊，感觉前3/5都是虚位。ABS 呢也表现欠佳，频发打滑。不过在消除路噪的轮拱内衬选材上，这个想镜倒颇具诚意。前后用的都是成本较高的纤维衬板，而 N7 和 M03 呢，前轮拱用的就是塑料的，只有后轮拱用的是纤维衬板。另外，想镜和 M03 呢，前后轮拱背侧都贴有隔音棉，进一步提升降噪表现。但日产 N7 在这里呢，一片隔音棉都没给。至此，三部车分区域的前拆对比啊，就要告一段落了。如果说15万以内造一台有理有面的纯电轿车，是一支带着成本镣铐的舞蹈，那日产 N7 相比之下跳的是那个更为曼妙精彩的一个，也足见合资品牌痛定思痛，摆正位置之后啊，赶超自主品牌的决心与行动力。当然，本期节目呢，主要还是偏结构论的纸上谈兵，车型的表现与产品力啊，不只由结构设计和材质工艺决定。它们在横屏中会有哪些表现呢？除了想镜的刹车测试外，还会有谁在什么环节里被测出大瓜吗？我是楚少，期待您的关注与点赞。一车横评节目中，咱不见不散。